哎，阿弥陀佛，顶礼师傅。阿弥陀佛。因为现在这个台湾那些人呢，这个已经到了半宿了，师傅就不叫他们了。师傅跟你讲一下哈，你们现在跟着师傅了，应该也时间也不是太短了，也做了不少的事情。那师傅得跟你讲，佛门修行啊，它是依据这个福报啊梯次修行的。什么叫依据福报梯次修行？就是人因为上世没修行的话，或者他没有福报缘分的话，那么这些人就得在比较低层次的这个状态修行。你比如说净土啊、禅宗啊，什么这些宗派的修行，他们密宗是最低层次的修行啊，这个听得懂吗？听得懂师傅。那么这个什么叫福报啊？就是自己有功德有福报啊。你看似自己好像，哎呀，我有什么福报？那么你们两个给师傅说，你们两个生活哈，你说法通吧，你不觉得比大部分人过得都好一些吗？是的，师傅，目前过得还不错。那这就是福报啊！你去法会，你跟师傅说，你进过通过这个办庇护过去啊。其实再怎么着，你过得也比一些普通人过得好嘛。你虽然是自己过，这是一种服务，你没有别人那种麻烦。你法通现在挣钱比你多，可是他这个家庭他有老婆有孩子，他就会有很多担子要担嘛，你就不用担嘛，不是这么道理吗？是的，师傅。那时候你想担个担子，没事，我想把我爸妈弄来。其实这就是自己没事找事嘛，本来就过得挺好的，但是把个老父老母弄过来，就开始有这个种种挂碍、种种障碍了嘛。所以这就是福报的现实。说这个师父为什么讲这个呢？师父跟他说，现在世界上稳定期已经过去了。什么叫稳定期已经过去？就是从这个华盛顿建立美国。就建立这个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民主国家到现在，这已经美国度过了他的这个黄金年华，已经到了最后得拔管的时候了。这个听懂吗？听得懂师傅。听得懂师傅。你系懂不懂？是不是法通你是搞电脑，经常看些新闻啥的。你们两个说说看，现在美国的情况是啥样？等就分几个大面，一个是在国际上，美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国际上的话，我看他这一届政府基本上好像退出了以前的很多协定，然后四处开贸易战，打贸易战，然后需要加关税。他这个打贸易战，他伤不着别人，伤是自己啊。你打贸易战，你还得从别人的进口东西吧？你的进口是不行的嘛，你的基础工业是没有嘛。你这个打贸易战受伤最重的是谁？是美国自己，别人受伤还是轻的。那有些国家你不给我打贸易战，我不跟你玩了，我看你怎么办呢？是吧？所以这个打贸易战这叫什么呢？这叫放屁用手抓。他能抓着自己的屁吗？他抓不着，就是臭自己臭别人。你听懂没？能听懂师傅。就是说，这是在国际上，美国的政治师傅给得下个断定。你看这次乌克兰这个事情非常简单，美国自己建立的秩序。我刚才看了谁他们一个节目就美国建的这个这个叫什么雅尔达什么东西那个就是二战以后就建立这个一个国际秩序，就是不能通过侵略的方式获取领土现在你俄罗斯就通过侵略方式获取领土，你美国、欧盟说白了，这就整个西方阵营对吧？整个西方阵营不是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最强大的战争机器、最强大的这个最强大的政治体吗？你
你都打不过俄罗斯这么一个小小的拳头。俄罗斯当然踢不过俄罗斯自己，他是俄罗斯跟中国、朝鲜他是一伙的，对吧？你朝鲜都直接派军队了，他们一个屁都不放，对吧？美国更啊，美国不是不放屁，是放屁专门抽自己的，他都不在朝鲜派军队帮这个跟俄罗斯一起打乌克兰去说一句话，这只证明一个现实问题，什么问题？他是不是在国际上他的这个控制力度已经没有能力去控制这个局面了？美国完了，美国现在，你看今天刚刚还在那个什么日内瓦，好像离是不是很近的哈？那昨天在日内瓦开会的时候，尽管这些欧美的国家都说大哥长大哥胆的，不过一个垂垂老者来了。你说话好用不好用？实际上，现实是不好用的。你说，就你这么说吧，让乌克兰投降，你乌克兰自己不会投降吗？还用你说呀？还用你逼着我去投降啊？你这个听得明白吗？能听明白师傅。你就这么说吧，一个美国号称强大，都赶不上乌克兰，你这个仗就没法算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现实。现实就是美国已经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完了，没有未来。还说美国能爬起来，你就看这帮人吧，他怎么能爬起来，对吧？是的，师傅。有病不动手术，反而打大夫这都美国人干这样事儿。咱说美国的事情因为你们在美国，那么你们在美国师傅不敢给你们保你们的未来是啥样。你细想想看，挣钱多了，咱认为我挣钱挺多挺好的，他一个非常反面的问题体现在眼前。什么问题？通胀太厉害了，是这样的吧？是的，师傅。美元原来1块美元，大家都觉得好厉害，10块美元觉得好大的钱了，现在拿1000块美金就跟水一样就花了，不是这样的吗？是的，师傅。是的，师傅。美国国内，咱现在国际说完了开始说美国国内，美国国内你控制得住吗？控制不住，好像现在两党它分裂很严重，之前不是还停摆了40多天，还是30多天？它并不是两党分裂很严重，这是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去把这些人团结在一起了。他怎么叫没能力？就叫上两届包括克林顿这些人呢，包括克林顿、奥巴马川普这些人呢，就这些人的这个毫无能力，让美国一直跌落神坛了，完了，你知道吗？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这个账我不是说搞经济，我犯不上去搞经济的，搞经济谁都搞不过那师傅的。我跟他说，师傅走了世界各地，看了这个生活水平美国的生活水平能在全世界能卡到，我跟你说，上次不跟你说了吗？卡到2流，这都是给他吹牛逼了。美国的生活水平，我在那个他们那个就是挂牌自行车，就挂那汽车牌，咱们不在美国买了个车吗？现在不是还在法国你这来吗？在那个申请我新学考个驾照的时候我原来计划在美国住一些嘛。我一看呢，我去买了一个他们的这个面包吃，就那面包那个水平我在匈牙利我就愣了，我就在广场喂鸽子了。你这个听明白了吗？听得明白，师傅。而且还是15美金那么一个，你这不是吓人的问题，这就干脆体现了美国的生活状况，老百姓生活状况嘛。那是在那个在那个旧金山湾区的阿尔巴尼
那个地方是啊，有印度的街区，也有这黑人区。你不管什么人区，你这个基础生活保障，你美国都不具备，你知道吗？所以说，是的，师傅。美国现在，你像川普顶了这么硬壳，他就有个军队，你就这种状态下，我问你，军队能撑下去吗？咱现在他美国国内美国国内老百姓这种生活，老百姓不会满意的。通胀这么厉害啊，你真这么说吧马通，如果说他买一个汉堡1块美金或1块5美金，我认为这很正常，因为美金值钱嘛，对吧？是这个道理吧？可是它是15块钱呢。你现在如果是1块5，一个汉堡的话，这个真的是很正常的。那么你一年挣20多万美金，和夫妻俩挣40万美金，我就认为你是一个绝高收入的人，那就是个美国上层社会的人了。可是你在美国能称得上层社会吗？对吧？称不上，称不上，主要房子也太贵了啊！我就哥你说白了，哥你挣这样钱的人一堆一堆的嘛，不是这么大吗？是的，师傅。我先跟你说这是美国国内的情况，远比世界人对美国的人的真实评价要低得多得多。为什么低得多得多呢？因为美国有华盛顿先生，他建了这个合众国报，二战的时候他重新建了这个秩序历代总统都努力让美国人在全世界人心目中那是标杆你知道吗？那真的就是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真的就是强大的美国。在这种强大的观念下，人都是以这种强大的观念，尊重美国的观念去看美国的，所以他就认为美国应该是强大的。其实美国现在不是外强中干了，就是一副壳子。你听明白了吗？你就这次乌克兰这个事情，它体现了个什么？它体现的，如果美国真实强大的话，它至于这样吗？能拿下来它，不很简单吗？你能侵略我就能打你，他都连这话都不敢说。哎呀，俄罗斯大哥呀，你听了吧，那地给你，你不打就行。他都到这份上了，你说这和中国的清政府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师傅。一样美国现在出的这个状况，我跟你说岌岌可危。所以说你得理解美国那卢比奥，那我虽然说我也骂了川普可没办法嘛，恨铁不成钢，是不是希望美国这个大旗不倒嘛？但是不行你就看美国政府这些人，那么他不愿意让美国，你像川普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横的人，对吧？特别狂的一个人，他不愿去横扫世界他不能，他没这能耐，他敢吗？你扫扫俄罗斯试试，你扫扫中国试试，他连朝鲜都不敢扫，他就扫那些自己小弟兄们。你看欧盟这些人，你过的日子好好，你不想谈事就扫这些人行，反正你改变不了人家这些人家目前这个生活状态，你就来扫一车子就走，对吧？你能怎么着人家？是的，师傅。我跟你说，美国的状况，我就用岌岌可危这个词去代表它。因此说，美国还能去帮助台湾，能护卫台湾，你觉着一个90岁的老头，你要去护卫一个小孩，你认为行吗？还不如一个老婆拿个棍子去打他一棍子，不是这么道理吗？是这个道理，师傅。美国就是一个90岁老头，2个字，什么？完了，你听懂了吗？听懂了。希望师傅给你这个开示让美国社会的人听一听，不能这么再下去了。师傅可以给你美国支招，你赶紧强起来吧。哪那么简单呢？你就看看他们没招了。你就卢比奥本身这个人是不是挺赞叹他的？觉得卢比奥很有能耐。然后川普本来师傅第一次可支持他了，我认为他可以
改变美国这个就是不断滑落的这个现实。结果好，他正好恰得其反，他没能耐，他没这个能力去改变美国。你听明白了吗？就指着自己女婿、女儿，那都是些真有能耐的人吗？你听明白了吗？他改变不了的。你下一步你看不，美国这个做法，你这不就是当年人家瓜分中国时候签协议的时候瓜分中国了吗？你以为美国是主导的瓜分俄罗斯、瓜分乌克兰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是美国帮助乌克兰在打仗，那个什么欧盟帮助乌克兰在打仗，整个西方阵营在给邪恶轴心国在打仗。俄罗斯、中国、朝鲜，还有这个古巴，还有这个什么，还有这个伊朗。就是世界邪恶中心，你在这个谈判桌上，你向对方邪恶中心低头，让他去分割你这个你西方阵营的这些土地。美国这是强的，这就是李鸿章啊，你听懂了吗？听懂了，师傅。你以为李鸿章愿意把中国卖了？不愿意。为什么？他应该没有办法吧？实力不济呀，你打不了人家，你不行了，不这么个道吗？是的，师傅。所以这个开始等你们也得给他们听一听，这就是师傅给你讲的。作为一个旁观者，当然这算是一种观点，这是观你能看，这就急转直下了。我告诉你，美国啥都没有。高铁没有，高铁有吗？造车的最好的车它没有，你说最好车有吗？现在连最好的飞机也没有，最好的飞机有，你芯片美国也没有，说你叫台湾就把芯片搬过去，那不还是给你台湾的技术吗？你真完蛋了，人家帮你拉倒吧，美国就4分5裂了，不是这么道吗？是的，师傅。不过美国4分5裂的可能性。反正10年现在是看不到的。那美国这个这个衰落啊，这已经肉眼可见了，完了吗？不是吗？完了！你从国际上这次乌克兰这个谈判问题直接就透视到一个问题，你不能埋怨川普，也不能埋怨那个卢比奥，你埋怨个90岁了，他啥都不是了，你埋怨他干啥呀？对吧？你去买那卢比奥手里1分钱没有，他能装英雄好汉啊？说1分钱难死英雄好汉，你美元挺不挺？有用都没有，什么用都没有，你听懂没？听懂了，师傅。你就包括苹果包括谷歌，包括马斯克这些人，他们以为他们我富豪啊，我那世界我掌握很多东西。我就问你，当年李鸿章那会儿。咱们中国有很多大富豪，你知道吗？中国清代和明代还有什么好像是，反正有几个朝代那富豪们，那是全世界最大的富豪，当时最大的富豪有什么用啊？他们就是一些这么说吧，就是穷人得了毛驴子，就是那个穷人，他有钱也是穷人呢，他没脑子，你知道吗？是师傅。你就说包括马克思克，你不赶紧站出来为美国撑住他，让美国真的强大起来，他站出来了吗？对吧？他天天戳动川普卖美国，你傻瓜，是不是这样的？是的，师傅。他们不行，没脑子。他们现在又鼓吹谁的 IQ 第一是说那个智商怎么着的。智商就是吹出来的这有智商你跟你玩，谁都不跟你玩，是吧？所以从国际到国内，你不管怎么看，美国现在是个急转直下的这个退势，现在看不出美国有能人出来什么止住这个退势。你就川普，我耍个流氓，我赶你们都
你正好把自己拆了，对吧？是的，师傅，是这个道理。他就不行了嘛，你就怎么想都逃不出这个颓势去，对吧？师傅到那去一看，一下坑在一把，哎，师傅想算了吧，这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与川普没有关系啊，与卢比奥他们都没有关系，与谁有关系？与整个美国这个社会有关系。美国现在就不出个能人啊，这个挺可怕的。我说的是政治能人啊，不出啊，还是这句话，国家将兴必有丞相啊，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他整天跟那妖孽在一块儿，你好不了的。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师傅。掉个头说说哈，就他从教育，因为教育他现在还发达呀，教育也不发达呀。哎呀，不行，他整个老百姓哈，整个公民这个待遇也是个夸的往下落，根本就不行哈。好哈，师傅跟他讲一下，你们有数，把这个等着发到这个媒体上，叫他们听听师傅怎么看美国的。师傅骂是实际上真的就恨铁不成钢，讲上美国好起来，可美国他就不往好头赶，你知道吗？谁不往好头赶？美国政府里面的当政的人，对，他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他也不是不想不往好头赶，他就没这个能耐了，完了嘛，不是吗？是的，师傅。你不信，你能看吧？如果你这次欧盟跟美国荒唐划清界限了，欧盟没问题的，欧盟自行的工业体系、农业体系足够欧盟自己活，还可以过得很好的，美国就不行，你知道吗？是的，师傅。你现在说还电脑 AI 可以帮你种地，可以怎么着的？AI 能干啥？啥都能干啊，对吧？你看他那 AI 那些东西，那不都是人编的？他然后根据人编的去给你再弄嘛，对吧？你不编他有啥吗？你们共产党弄的，你啥师傅的 AI 就说，哎呀，怎么的来诽谤师傅，他不跟那个是就这跟共产党一个口吻吗？他不就共产党给设置的吗？不是这么道吗？对，他只能根据现有的东西来去学习。不行啊好啊，你们有别的想法吗？师傅，那怎么止住他这个颓势呢？现在要止住颓势也有办法有办法。我告诉你美国就现在进行军工复国，你乌克兰你就给我在那打，我就生产大量的军事装备，他这就刺激自己经济发展了，这就业也有了呀，什么都有了。现在这一招能使川普世界上美国有所复苏。你现在如果说你把乌克兰按下去，我跟你说吧，你川普啥都复苏不了，你光等着挨行了，你懂吗？而且军工强大了，他的这个世界的就是威望也有，对吧？你还你还不卖给人武器，还不给你武器攻击，人家不要，我看你怎么办？是不是？是的，师傅。听懂了吗？听懂了。就这样的吧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师傅。剩下的一些秘密的方式方法，这不能告诉，这得花钱不花钱不告诉我。就这里人地收不好，我犯不上就那么好我只说我可以帮助你们，这就很好了，不能不帮助别人是不是？是的，师傅。法通，你说是不是？师傅怎么不给别人出这个主意师傅慈悲，是吧？你说哎呀，你免费，我饿死了，我还给你免什么费，对吧？是的。你连美国连让我去也不让我去了，对吧？我是有美国签证，我去还得自己去，拿钱吧，哥们儿拿上钱，咱有大量的办法
让美国哗哗强大起来。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很好办的，很好办的呀。你现在好啊，钱都叫外国人赚去了。美国老百姓，我一看了，他们包括他们的穿着打扮啊，美国人这个穿着打扮都不行，你听懂了吗？现在差距太大了，差距太大了。这个一个国家的人的精神面貌你通过各方面能看出来。他就是说，你说，哎呀，你说一月挣5000、6000美金的我看出去都不见花，是吧？是的，师傅。你要叫你买个高档的这个衣服，你敢买吗？舍不得买。为什么舍不得？这不够花嘛，对吧？为什么钱太冒了？你看人家欧盟有些国家，人家老百姓那个买的衣服就是很棒很棒的，人就舍得花。为什么你还是个强盛的时候，对吧？美国说不当冤大头，又花钱给了什么，又援助什么这个乌克兰跟乌克兰要钱，你没想想你就得使劲拿武器给他还欠你人情，你可以不要钱，对吧？他自己的本国的工业的发展嘛，不是这么样吗？自己本国的就业，生产就是经济，你听懂吗？听懂了，这是给他出的一个主意，这个主意价值连城，听明白了吗？是听懂了，师傅。还捏的吧，捏吧，对吧？不用生产，如果你连军工产业都不能支持乌克兰打仗了，我告诉你还有啥？对吧？你想想看军车，如果现在大量的军工产品上市支持乌克兰的话，底特律就活了。底特律就是生产汽车、生产这个玩意儿的，对吧？造坦克什么都干嘛，对吧？你怕什么？是的。我估计美国人可能能听懂能听懂。跟议会就得干你不能让美国真的滑落下去。美国滑落了，世界又乱套了，又重新来了，不知道哪个国呢？没准某个岛国起来了，成了世界的霸主，是吧？美国现在我跟你说，已经不是霸主，已经其实就是一个90岁的老霸主，和一些蒸蒸日上想当霸主的人在这争霸主，他还争个屁呀，是不是？你说？是的，师傅。我给你打个强心剂，美国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35岁正当年的霸主，是吧？慢慢来吧就这样的吧好的，阿弥陀佛，顶礼师傅，感恩师傅。